分的创业呢，都是要么 go big， 要么 go dead。去上海犹如去一趟海淀一样，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说不定去上海比去海淀花的时间更少。没有一个 VC 是不看重这个创始人的。毕业之前找工作，因为当时一个偶然的机缘吧，然后接受唐总的面试，我们俩一起从海淀这边，因为就是新华5道口的那边，当时唐总他们家也住在那个附近，然后我们俩就约在那儿见面，然后再一起坐地铁到建国门上班。他花了很长时间给我解释什么是风险投资，然后风险投资起到什么作用，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机制，然后跟他聊了大概一上午，去聊这些话题。最后他问我的一个问题，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比如说你希望，你日后的职业生涯做成什么样子，或者说你希望以后，比如说在你30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所以我当时想了半天，我就说，我其实对于我这个专业来讲，因为很冷很窄的一个专业。然后如果不去研究院或者不去核电站这样的地方，什么行业都是无关的，都是离我的专业离得挺远的。其实当时真的是一点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件就是对别人来说特别有用的事儿。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呢，都知道哪里需要我应该去做什么。我记得当时我当时是公司的第2个正式的员工。现在如果 VC 从业者，假如说有20万人的话，就是做投资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可能也就2000人，可能是1比100的关系吧，甚至1比1000的关系。那时候就 VC 对推动社会、推动新经济所产生的这个力量还没有被大家知道，所以这个行业，所以说相对就知道的人少一点，也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吧。就没有一个 VC 是不看重这个创始人的，因为在国内的话，其实创始人基因或者创始人事在人为嘛，这个创始人其实是最关键性的事情和最关键的人，就没有一家 VC 是不重视对创始人的这个经验、素质、能力，然后品质的这种考察的。我觉得这个是共通的。第一点呢，就是首先就是在现在的话，就是说信息流通越来越快、越来越透明的一个时代。小而美的创业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说，这个创业者他去创业的时候，他一定想的不是只做一个小而美的事情，赚点小钱或者小富即安。第一，他也不用找 VC， 那么VC 也不适合他，他可能需要自己去自筹启动资金就可以了。第二个的话，就说，他真正是懂这个行业的，然后他有行业经验，然后也深刻的看到了他要做的这个创业所解决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跟他聊了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对于这个创业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是想不明白或者还是听不懂的话，其实很可能这个创业者本身的对问题的定义是有问题的。第3点就是你要问3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建团队的能力。对，早期企业就是一个好汉10个帮，对吧？他一定要能去聚牛人在身边，能招到牛人去帮他。我自己是从很多创业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过去几年也是我们的周围的创业者对我的激励和启发最大。因为首先大部分人也基本上年龄也相差不大，那么看着他们从零开始创业，早年像杨佳敏啊，像何俊啊、蒋涛呀，包括达达，因为我们会见到。就是做 VC 的好处，坏处就是可能你没办法在一个行业里面或者在一件事上去集中的就是在一个企业里特别集中的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会看到上百个企业是它面临一些共同的考验是什么，或者是它要过一些什么共同的难关，或者它会每个人在遇到类似的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做决定。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会集中的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跟着这些创业者在一起成长的。